陕鄂会战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，国民革命军先后收复湖北、豫南、陕西等地，巩固了平汉铁路南段的防线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而日本陆军参谋部则称此役乃帝国千年不遇之惨败，日寇最强势的时期已经过去，面对同盟国与统一战线的两面夹击，日寇的败北也不过是时间的问题。但我们并不希望由美国佬来敲响日军的丧钟，我们要凭借自己的实力，让所有参与侵略的日军永远地留在我们的土地。陕鄂会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，因此我们晋升宋希濂、戴安澜二位功臣为中将。由于晋升后会有短暂的疲软期，再加上补给装备亏空还需要一定的时间，所以我们打算在攻下郑州后的100天里略微休整一番。换句话说，日本侵略者将会在接下来的100天里享受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安宁。如今日军已经将主要战场放在太平洋与东南亚地区，东南亚唯一的独立国家泰国也在此前成为了日本的盟友，严重威胁我们后方的安全。为了获得同盟国的支援，保卫南方生命线滇缅铁路，受英方的再三恳请以及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的要求，我们派出王耀武、关麟征、杜聿明3人，以顾祝同为总司令，前往云南、广西两地，开辟南方第2战场。我们命杜聿明所部驻扎云南、广西隘口，避免日军威胁到我军后方的安全，再令王耀武、关麟征2人出云南入缅甸，阻碍泰国军队的继续推进。不过当我们的军队抵达缅泰前线之时，想象中的抵抗并没有出现。根据王耀武传回的电报表示，我兵团畅通无阻，畅通无阻。1942年4月10日，王耀武兵团麾下独立20旅杀入泰国首都曼谷，让胜利的天平开始向中国倾斜。4月18日，泰国正式宣布投降，基本宣布了滇缅路战役第1阶段的胜利。或许大家会觉得滇缅路战役结束的过于草率，但这其实是必然的结果。陕鄂全面战役，日军总计损失了18个师，共23万人，对日本这样的小国来说，无异于是伤筋动骨。再加上要维持华中地区的战线，短时间内自然无法调集太多的部队入驻缅甸。可以说，陕鄂会战的大败间接导致了日军滇缅路战役的败北。从此以后，日军再也无法对我国的西南地区造成任何威胁。西南战事结束之后，我们又将目光放在了华中防线上，这里才是我们战略防御的重中之重。经过将近半年的休整，我们的国家基本上不再存在枪支亏损的情况。多余的大炮，我们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整编，加上之前的部队，我们已经有了24个教导师编制的军团。同时，同盟国方面为了感谢我们在滇缅路战役的贡献，为我们训练出了5个精锐的美械师。这5个美械师是我们的最强战力，杀入曼谷的王耀武将军将会获得统领他们的荣誉。而随着国军战斗力的恢复，反攻的时刻已经到来。1942年8月2日凌晨5点，随日军驻守黄河大桥的部队换防的空隙，戴安澜所部冲向郑州黄河大桥，打响了北伐战役的第1枪。此战目标沈阳。此次北伐，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。决战计划学说我们已经点到了第9层，计划加成的上限逼近80%。我们精锐师团的第1击绝非日军1-2个师就能轻易抵挡。此次战役，我们绝不与日军纠缠，充分发挥我们部队多的优势，直捣黄龙。在日军刚准备前往一个要地驻防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拿下该要地，并且向下一个目标进发。一些日军的士官甚至表示，国军的速度比电报还快。8月10日，出征仅1周的时间，国军便在同一天3路开花，收复济南、邯郸、徐州3大重要城市。日本陆军参谋部的电报都快炸了，山三元与东条英机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的防线如此脆弱。8月23日，教导总队在戴安澜将军的率领之下，第2次收复北平。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，我军便已基本收复华北所有失地。但我们的攻势还未结束，3个月，我要让整个东北都不再有鬼子的膏药旗。当年，先总理令革命军分3路
青史簿上，清帝见大势已去，宣告退位。民国16年4月，我有幸亲率数十万健儿征讨北洋军阀孙传芳、张宗昌，大获全胜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大家都在谈论着项羽被困垓下，仿佛这中原古战场对于我们注定了凶多吉少。本党本军所到之处，民众竭诚欢迎，真可谓占尽天时。那种勃勃生机、万物惊发的境界就在眼前。1942年9月26日，宋希濂所部第75军第6师收复沈阳，沦陷11年的沈阳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。而我们的北伐大军还在继续推进，是要将日本侵略者完全赶出东北。9月29日，大连光复；10月21日，长春光复。22日，清帝见大势已去，遂宣告退位，伪满洲国正式宣布投降。我们仅用3个月不到的时间便成功收复东北。随后，国民革命军跨过鸭绿江，不到1个月的时间便占领南朝鲜最后的港口釜山，并在之后成功解放朝鲜全境，正式宣告我们北伐战役的完全胜利。1943年1月1日，最终的大决战正式来临，全线进攻，每个人都要刺刀见红。或许你们会觉得我们的胜利来得很突兀，为什么不到1年的时间我们便能做到攻守一行？其中同盟国的参战固然起到关键的作用，爱国华侨的援助也一次次让我们度过危机，但全体将士们的牺牲与坚持，4万万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，才是我们能够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。虽然我们仅仅只是玩了一场游戏，但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英烈们依旧值得我们永远纪念与传唱。那些牺牲的数字也是在这一刻才获得了他们应有的意义。只有取得最终的胜利，才能告慰抗日英烈们的在天之灵。其实我们面前也无数次的出现过放弃的选择，但当数十万甚至数以百万的期许压在我背上之后，一切的借口都显得那么的苍白。或许在这个抗日系列出来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便跨越了主播与观众的关系，变成了共同抗战的战友。即便这一次战争结束后，我们又会各奔东西，引入网络的烟海中再也不见。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，让我顺利的走完了这条艰难的抗战路。如果未来有任何困难横在你的面前，心中有一道声音一直让你放弃，还请回到这个视频下来。只要这个系列的视频还在，这次历经千难的成功将会是我最后能教给大家的东西。跌倒了可以重新站起，失败了也可以从零开始，只要永不言弃，我们终究可以找到通往成功的方法。或许那时候你就会发现，其实你最大的敌人就是那道让你放弃的声音罢了。山高水长，江湖路远，咱们下个系列视频再见。全国军民同胞们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，今天我们是经历了经历一场兴国强权的经历，终于达到了他最后的经历，这也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。我们中国在海岸和绝望的时期中8年奋斗的信念，今天才达到了实现。